真的没想到比我想象中能便宜这么多。仔细想想，用这样的方式旅行的确省钱。大家好，我是八道。去年有很多朋友跟随着我的视频，陪我在日本四国岛徒步了2个月。在这1300公里的古道上，既有和中国文化的链接，也给了我在日本乡下深入了解他们生活的机会。我上了山，看了海景，逛了寺院，开蚌取了珍珠，等等等等，干了很多事情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以前的视频看一下。在我分享四国遍路的徒步视频过程中，不断有朋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问：哇塞，你这到底得花了多少钱呀？最近日本旅游签证也全面放开了，看来大家是有很强烈的出行需求。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算算这笔账，真的可能比你想象中要便宜很多。希望给大家打开思路，找到城市以外乡下的旅行的另辟蹊径的玩法。那大家要注意啊，其中有很多细节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情况来计算你的预算，所以请大家耐心看完。我在视频最后也会为大家附上一个预算的清单，帮助大家查漏补缺。有没有很贴心？快点赞！我先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概念。我们今天所要计算的花费，这个预算主要分为2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徒步之前的费用，包括准备阶段。另一部分就是真正徒步的费用，我后面会详细跟大家分别聊，但我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第2部分，也就是徒步四国遍路2个月的费用到底是多少。来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块费用，也就是在开始徒步之前的这一大块准备费用。那包括机票、签证、交通杂费和装备。那么以北京为例，北京往返大阪的机票大概是在2500到3500左右，现在的价钱。签证我们姑且算它500块好了。当你到达大阪关西机场之后，你可以选择坐大巴、坐火车、坐船到四国岛的德岛市，那也就是四国遍路开始的地方。这个费用大概是在150人民币到400块钱左右，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。装备这块就真的非常因人而异，比如说鞋、衣服、包、摄影器材和你所需要的一些杂物。以我为例，在这条路上，我用了2双鞋，一双鞋姑且算它1000块钱，那大概是2000块钱的费用。那么一般的徒步的背包是在1000块到2000块。摄影器材和杂物真的是看个人的需求，你们自己来计算一下自己需要多少钱。那么这就是第一部分的费用。来，我们开始计算一下第2部分费用，也就是真正走上四国遍路这条徒步线路之后所发生的费用。那么第一部分就是参拜装备。如果你们看到我的第1条视频，我出发的第1天的那个视频，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这些是在第一番灵山寺的商店里边购置的。那么我当时购置了一个斗笠，这个斗笠非常管用，8月的夏日可以真的帮我挡风遮雨，真的非常实用的一个装备。然后另外我还买了一个手杖，这个手杖呢是木质的，是这一条路上的专用手杖。在这个木手杖的侧面写了同行2人的字样。这个同行2人的字样也就意味着这条古道的创始人，当年来唐朝求学的留学僧空海大师会在一路上陪伴着我们。哦，还有一条头巾，要把这个头巾绑在头上，然后在这个戴这个斗笠，否则斗笠会非常的硌头。那这3样是我觉得必须的装备。然后另外一个需要买的东西是这个纳经杖。那么这个纳经杖，也就是我们到每一番寺院的时候，会到纳经所里边去签到。所以你如果像我一样只买斗笠、手杖、头巾和纳经杖，大概是需要6500日元左右。下面是一块非常非常重要的消费，我相信走上这条路的遍路者没有人能躲得掉，那就是纳经的费用。在这条1300公里的古道上，一共有88所寺院。那么走这条路的每一个遍路者都会去这88所寺院参拜。那当我们去寺院参拜的时候，就希望可以留下一些痕迹，就是在这个纳经杖上。那每一个寺院都有1页。那么纳经的费用是300日元一次，如果是88所寺院的话，一共是26400日元。划重点了，朋友们，
下面说的这块费用是整个徒步过程中最大的一块费用，住宿费。那么以我个人来说，徒步这1300公里真正走在路上的时间是53天，但是整个行程我用了2个月零2天或者零3天才完成的。那多出来那几天是干嘛的？休息日，你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留出时间，让它全面恢复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了2次台风，所以又多住了2天。然后我又见朋友我又去玩各种的项目，比如说去开蚌、拿珍珠，去烤鱼，诸如此类的。所以我整个的行程是2个月零2天或者零3天。但是如果大家不在路上不拍视频，或者你体力比我好，或者你不是像我一样在盛夏去走这条路，而是找比较适合的时间，比如说秋冬，春天其实都比夏天适合了。你整个的速度会比我快很多，这个体力消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取一个中位数，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60天的行程来计算。在整个徒步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几种不一样规格的住宿。其中最便宜的是善根宿，它也是只存在于这一条特殊的线路当中的一种住宿形式。住在沿路的居民为了来帮助这个修行者、帮助遍路者提供的一种近乎于免费的住宿形式。比如说，他们会把家里边或者是工作室里边腾出一块区域，有可能是非常完善的条件，也有可能是比较简陋的，这个要看每一家不同的情况。那么我在整个行程中住过1次，那一次的费用是1000日元。然后山根宿的价格基本上是免费到1000、2000日元这样的价格区间。然后呢是民宿和旅馆，这2个有什么区别呢？通常民宿是比较小型的，而旅馆比民宿的规模要大，相应来说，旅馆的条件也会更加完善，价格会更高一点。民宿和旅馆的价格区间是在每一个晚上2500到8000左右。不光提供你的住宿，也包含费用中也包含晚餐和第2天的早餐，所以你不用再费心去想吃什么，也不用在一天很疲惫的状态下再出去找吃的。所以通常大家会选择住宿加2餐的这样的打包形式。在整个徒步过程中，我们也会有机会进入一些城市。那么在城市中会有酒店和商务酒店的选择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整个旅途中我住过最贵的酒店大概是25000日元左右一晚。那一般的商务酒店的价格也就是在6000到11000日元左右。这条路上最有特色的住宿，那必须得是宿坊。啥是宿坊？就是在寺院里留宿，也是包含2餐的，晚餐和早餐。这条路上虽然我们要参拜88所寺院，但是目前还持续经营宿坊的寺院并不是特别多，所以这条路上我就尽可能的，如果有宿坊我都会住宿坊，但哪怕是这样，我也只住了3个晚上。所以总体来说，我们以7000日元一晚的均价来计算，60个晚上大概是42万日元。通常来讲，在旅行中餐食的费用占很大一部分消费，但是在这条路上好像没那么重要，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们大部分的住宿都已经包含了晚餐和早餐。午餐的费用大概是在500到1000日元，是一个比较正常的、比较常规的一个价钱。但是也有机会你在路上走到了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，你根本没有机会吃午餐，这个也在我身上发生了非常多次，所以午餐的费用就直接可以略过了。也有一些地方，你是比如说你住在商务酒店，或者你住在酒店的时候，酒店是不含餐的。那我们可以再预估一下，晚餐是大概是在700到1200日元之间一餐。那我们就把一天的餐费作为1000日元，60天的费用就是6万日元。最后一部分也就是七七八八的杂费，比如说邮寄的费用。对大部分人来说，不可能把自己所有去日本的行李全部都背在身上，你只会背在身上一些自己最有用的。但是如果你一次走完2个月的行程，你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寄存箱子的。平常我们在日本车站看到的那种行李箱，就是那种 locker， 它也不可能给你提供这么长时间的寄存服务。所以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准备一个小型的行李箱，把所有不用的东西，或者是准备备用的一些器材和装备都放到这个箱子里边。在四国岛范围内寄一次这样的行李大概是1400日元一次。那么我大概寄了8次，所以是11200日元。日用和药品的花费，例如防晒霜，例如膏药，我觉得大概6000日元吧。
还有饮料零食，这个每个人的花费是非常不一样的。还有公共交通的费用，大家说，哎，徒步了，都每天都在走，哪儿来的交通的费用？比如说，因为路上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，或者是极端恶劣的天气，那么我们天已经黑了，离我们的住宿地点还有一段距离，那我们可能就要借助交通工具，到达我们的目的地，或者我们在路上受伤了，我们可能也会要坐车，而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勉强自己的身体。所以2个月的时间，我姑且算它2000日元。移动通讯的费用，保证自己可以时刻跟外界联络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保证自己安全的非常重要的措施。所以这块的费用是一定不能少的。如果在日本买电话卡的话，1个月的费用差不多要6000日元，那2个月就是12000日元。所以除去零食和饮料的费用，七七八八的杂费，我算了大概是33200日元。所以不包含机票、签证、交通杂费，不包括自己的装备和器材的费用，整个按照60天计算，费用大概是55万日元，也就是人民币不到3万块钱。因为我计算的价格是我在疫情期间没有游客的情况下的一个费用，有可能现在的价格会比那个时候要贵一点点。所以总结下来，徒步4国边路2个月的时间里边，不存在大额的交通费用，也没有通常旅行中的各种消费买，只剩下吃住这样的必须花费，所以大大降低了整体花销。这样既能锻炼身体，又能深入当地的玩法，你心动了吗？